常明显的一个年轮固定的这样的痕迹。那在这个现场的小面积修复呢，一般就会采用这种标准和石膏的工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可以看到这个壶上面带有这种黑色网的纹呢，是这个器物本身的这种纹饰，而其他的比较光滑没有图案的这些红色的部分，它们都是通过修复师后期石膏修复之后并且做上了水色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一个修复呢，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直观的看到这个器物的本身并且呢，我们还可以非常清晰的识别出器物本身和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痕迹。那么再看到一个建中坝遗址，它也是在1998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遗址之一。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发现了在中坝遗址的这个地方呢，有着非常深厚的这个遗址文化的堆积，在这里几乎就是涵盖了整个长江三峡地区5000年的文化演变的历史。那在这里我们也发掘出了有大量巴人制盐的一些重要工具，像这里的2件环里的红陶罐，它们就是巴人当地人他们制盐的一个重要工具。可以看到它这个非常特别的这种构造，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将这个盐水快速的蒸发，并且预留下更多的盐分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巴人呢，在这个福建中坝地区呢，其实他们过去也是通过动物的习性，发现了许多的这个水中这个不含盐分的河流。那这也使得他们开始了盐业的一系列的这个生产链的制作。那这也是我们福建中坝遗址呢，其实也是在考古上全球范围内所发现的这个地区最早的一个盐业发展的遗址。那我们再看到这个说到巴人呢，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巴河。那它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所发展的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古老的民族之一。那在它所经历的大概是在商周一直到秦汉时期，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呢，巴国也随之灭亡。但是呢，巴人依旧是分散各地的，不断的在这个简单重新开始生存了下去。那在这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三峡地区的一个巴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的一个痕迹。那在这个鱼虾坝遗址的地区呢，我们也发现有许多带有巴河这种纹饰的青铜兵器，大多都是战国时期的。同时呢，这些兵器当中它有文化的这种纹饰，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这也是巴楚文化相中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见证。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文献当中发现它有记载有巴蜀树香攻伐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也是十分吻合的。那么可以看到展柜当中的这个青铜戈和青铜矛，也都是当时的这种文化相通的一个见证。那可以看到像上面的这种虎纹，一般就代表着是巴国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因为呢，巴人的始祖相传呢，他的始祖在去世之后就化成了一个白虎的造型，所以呢，他们认为虎形就代表着他们的祖先那在他们的武器上绘制上虎纹，也就是代表他们祖先可以庇佑他们，保佑他们战争的胜利。那文化的这个纹饰呢，就与玄鸟的重点相关。那在这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云阳的李家坝遗址，它同样也是1998年入的这个10大考古新发现的遗址之一。在这里呢，我们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非常精美的青铜礼器还有生活用具以及一些兵器。那这也正是
在这个里加巴遗址的地区呢，可能生活了非常多的贵族，所以呢，这些器物上面呢，也有着一些非常精美的纹饰。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有非常多的这个青铜谋，它其实就是巴人做饭的一种重要的工具。一种炊具，但是呢，随着这个青铜一六合之后呢，巴国灭亡之后呢，巴人也是将这些非常实用的这种炊具带往到了中原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看它有单耳和双耳之分，这也是区分这个巴蜀地区的青铜谋和中原地区的青铜谋的一个主要方式。一般我们认为单耳的就是来自于巴蜀地区的，而双耳的可是中原地区发展之后所进行演变而来的。跟富人家是同一样。大型青铜器一般都是贵族会去使用的。好，穷人就用陶的。对对对。这些能记住。那在这里呢，还可以看到青铜鼎和一些青铜壶，那上面呢也都带有一些特别的纹饰，所以呢，特别是像这个青铜鼎，它也是贵族地位象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器物。那我们再来看到中间的这一个展柜哈，这里呢为大家展现4件这个青铜歌。那上面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清晰的这个虎纹饰，所以呢，它也是来自于巴人所进行制作的。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青铜歌，它们有的非常的平整，而有的则微微的弯曲。大家可以猜测一下，这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导致的呢？变形了。对对对，这个小朋友非常好，这位观众就是在这些青铜兵器，其实它们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为了这个战争的需要，他们要将它打磨的非常的薄，所以呢，存放在墓葬当中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受到这个水土运动和棺椁崩裂的影响而变形。那么文物修复师在这些器物出土的时候，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抢修性的修复。首先呢，就会对它进行一个绞刑。但是呢，由于这些器物都非常的脆弱，并且经过了数年的积累所以呢，有一些青铜歌它们可能并不太适合去进行过度的绞刑，所以就会稍微的保留它们这个已经被破坏的这个造型，所以就不会将它矫正的那么的平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的非常的平，而有的则微微的弯曲。这些东西杀过人没有？在看到这一边有其他的青铜兵器，像这个青铜戈和青铜矛。那像这种戈和矛都是会安装在一个木棍上的，那它的顶端呢就是安装这种比较大型并且非常尖锐的锋利的这种青铜矛，而它的底端呢则是放置这个金属的青铜盾。这边呢还有一个带抗礼乐，它同样也是搭配这个木质的华乐使用的。那这里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柏林地区的小溪田遗址。那在这里呢，它也是出土了大量的这个战国晚期秦灭巴蜀前后时期的这个珍贵的文物，所以呢，我们也认为小田溪遗址呢，它也是战国晚期巴国的一个亡灵区，所以呢，可以看到像这个图片当中所展示，这里有非常多的青铜兵器、乐器和一些大型的礼器。再看这一边的一些青釉的器物，还有那这里所展现的就是带有一些特殊纹饰的这种陶的瓦当。瓦当呢是中国古代建筑里面屋檐的边缘处的一种独特的装饰，那上面呢会绘制一些各个时期的一个纹饰。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这种陶罐，它是一个漆釉的五连罐。那这种五连罐，它很有可能就是1、2、3、4、5。首先它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作为储物罐去使用。那像西晋和中晋时期呢，大多数的这个人家就会用这样的罐子来装各种不同种类的谷物。那到了后面呢，越来越发展呢，就是将它发现墓葬当中也会用这种五连罐来进行作为随葬品来使用这也是代表着古人呢一种是死不是生的观念。他们觉得谷物承载着人们在另外一个世界依旧可以荣华富贵如何丰丰的这样的一个美好。这个煲汤呢还是酒器？中间的这个，像这边的这个展柜，这里和
这个锅具的底部它是有这个有孔的，所以呢底下呢就可以用来储水，然后它的水蒸气就随着这个滚动进入到了上方，那就可以用来蒸制一些食品的使用。那可以在高处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呢是有孔洞的，所以呢这个也是西汉时期贵族饮制食品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炊具。好，再来。我高不了。在加拿大三峡地区的工藏当中呢，也是出口了非常多水藏的这种陶俑。那在汉代，特别是这个西汉时期、汉景帝时期呢，就开始兴起这种陶俑陪葬的器。那特别是到了东汉时期呢，这种陶俑的种类和它们的这个形象就变得多种多样起来。那这边陶俑呢，大部分都是以铜制的形式辅具来进行制作的。那当然少量的一些这些陶俑也会采用这个手工捏塑的方式来进行制作。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它是一个陶俑，其实就是厨师在备食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所制作的这种陶俑。那第二件呢是一个红陶土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陶俑的造型，它是有着长长的袖子，并且一个手呢是扬起了这个袖子，另一个手呢则是骑着它的蹄边，所以它正在做一个跳舞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所做的舞蹈呢，也可能是汉代时期非常流行的这个盘古舞，就是站在这个鼓上，然后呢运用这个盘子和鼓共同进行舞蹈的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汉代舞蹈。那第三个呢，同样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手拿着一个便便，其实就是古代的一种三刀扇。那另外一个手呢，则提着一个小袋子，它就是古人出门时的一个非常形象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那小袋子当中呢，就可以存放他出行所需要的一些物品。那这个扇子呢，这个便面，它不仅可以作为扇风的工具，同时呢，也可以在遇到熟人在面前打招呼的时候，用来遮挡他的面部，过这次社交。那我们再可以看到这里呢，有着非常多几乎是涵盖了汉代时期的人们他们衣食住行的各种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要这些小朋友家长一定要牵好自己的孩子，不要站在我的身边来，因为小孩子非常容易去接近到这个。好，我们再来到这一边。那这里呢所展现的是一个青铜马，它也是在这个云阳地区的这个人汉村墓葬当中所生存的一件随葬品。那这种车马随葬的习俗呢，其实是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那也是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呢，他们对于这个随着这个车马业的发展以及这个车舆制造业的一个发展，他们对于这些车马器的这个陪葬的这个形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有规模。那像这一件，它是一个青铜制的这种比较大型的一个青铜马的陪葬品，在不管是在当时还是整个三亚地区呢，都是仅此一件的。所以这样呢也是非常的稀少。这个比例是大概多少？这个就不知道1/4。应该是差不多的。那现在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放到墓里面原装的话是不需要这些，又要用绳子拉，又要用东西。对，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它的头部、耳部，还有它的四肢和尾部都是分开进行浇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建造的，但是它们浇筑完呢，还是会把它们粘在一起。所以呢，这里我们虽然会用无线将它进行固定，但只是一个固定作用而已。并且呢，在这个出土和修复之后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表面是有一定的磨损，所以它不一定就是可以完美的去结合在一起。那像这种这个青铜的车马类的随葬品呢，其实非常稀有的。一般情况下来说呢，会采用这个陶制或者是木质的这个车马来进行来作为随葬来使用。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形象还是非常的生动的。这个马嘴呢正在微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前呢，它的四肢正在做一个奔跑的这样的造型。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肌肉其实也是做的非常的逼真的。应该是没有的，它就是对空心的。对，这个也是在我们修复的时候呢，对于这个青铜马的修复也是具有3个难点。首先呢，就是它刚出土的时候，它的形状就不是这样子，是完全变形的，而且呢，表面附着了非常多的泥土，所以呢，我们需要将它进行一个初步的绞刑。那这种具有这种特殊造型的这个青铜器，它的一个绞刑工作就变得十分的困难，因为我们需要根据它的这个去想象它的原有的造型，然后再对它的每一个细节处去进行一个针对性的绞刑。我觉得那一边不要去这个展会太近。关注马仔的。看到这里有一组的这个青铜的短剑，可以看到它是由这个剑鞘、剑身以及一个小的铜削刀一共组成的这样的成组套的短剑，其实在三峡地区出土也是非常少见的。这种普遍呢就是由贵族地位非常高的人才能够使用的。那这个小的铜削刀呢，就是古人在还在用竹简来写字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削刀来削去写错的这个字迹。那这个短剑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非常精细的这个纹饰，上面有蝉纹、手心纹和虎纹。那虎纹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它是巴人祖先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刻在这个武器上呢，就代表着祖先庇佑的意思。而手心纹它同样也是一个祈福的意思，所以这些兵器上面经常会一面刻手心纹，一面刻虎纹，这样就代表着所有的一切都会庇佑这个持有武器的人的意思。而蝉纹呢，在古代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纹饰，它代表着新生以及新旧更迭的这样的一个寓意。这是它的挂在哪？光头。我以为是水果刀呢。它是一种地位身份地位的象征。不是水果刀。我们还可以看到有2件这个铜牌饰，它是通过这个炮钉刻在这个木质的这种葬具上的这种装饰。那一般呢，只有规模较大的一些墓葬的这个棺椁上才会出现有这样的一些饰品。它也是三峡地区，特别是巫山地区一种极具特色的一种装饰品。那上面的纹饰呢，一般就与这种天门、四神以及这个西王母等形象主题相关。像这一个这边呢长条的这个，它就是一个雀形的，就是古代的这种建筑文雀的这种造型的一个纹饰。那这边这个圆形的上面呢，它的花纹就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圆孔的上方是天门2字，那天门的上面呢就是一个像是带有翅膀的虎形。那在圆形的圆孔的两边呢是2个雀形的这种装饰，在下方呢还有一个像是长了翅膀的这种巫师的形象。那这样圆形的一个装饰，其实在我们的巫山地区也有出土很多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铜饰。那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鎏金的这种青铜莲。那铜莲呢，其实就是古人的一个化妆盒，古代的人化妆品，是一个女性的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饰品。那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环状的下方是一个这个柿地纹，就是柿子的这个地处的这样的一个纹饰。那周围呢还有3个鸟形的这样的一个纹饰。那在下方呢，它的脚处是做成了这个熊状的小熊造的一个纹饰，整体都是非常的精致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青铜莲，它上面呢就是还带有非常细微的这个青色的这样的锈迹，但是其实在它出土的时候，它的锈迹是布满了整个
刻系统连的，所以它是由我们的文物修复师用这个手术刀的刀尖一点一点的通过物理的方式将这些锈迹全部都去除的。那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其实非常的经济，需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那一天呢，相当于是只能消除大概1到2个方法，大概是1、2个指甲盖这样的大小，所以这一整件清风帘总共是消耗了这个文物修复师的1年的时间才将所有的这个锈迹给它除去。这个是叫物理挖出来的还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很有耐心的，面试的，这个我们找到。然后你要，但是要很专注于一件事，就是要能专注于一件事，不会受其他杂念影响。对，我觉得只保这个就是对。保护性要保护化学。另外一件呢，这里没有展出，它是一个独角戏的这样的造型。那这个三刀戏呢，它的这个有些人会说它是头发的这种造型，但是呢，它应该也是这种巫师的帽子的一个形状。那3个角呢，其实代表的就是天地人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也是南北朝时期我们的太阳神非常典型的这种巫师造型。可以看到它的圆眼高鼻梁，而且它的嘴非常特别，是微微张开的。樱桃小嘴。对，感觉好像那边有主人，那我们推测它可能就是这个巫师正在不断的念他的这个咒语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手中呢紧握的是一个红手刀，那这个刀呢它也是巫师的一种象征，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实用的兵器，而是在这个做法事的时候会作为法器来使用的。眼界。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形象。好，那我们继续往前。忘记。一些天气的东西，云阳的月大遗址。其实之前呢，我们也有提到过很多关于云阳地区的遗址。那云阳呢，也是当地这样的一个地名。那相传呢，在古代这个地方呢是有非常多的货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出土的这些遗迹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道路、码头和民居，以及已经形成了非常具有规模的这种市镇的遗址。这也表明这里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是非常的繁荣的。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盐业的生产。那盐业呢，就是支持当地繁荣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那盐商呢，在古代就是非常富有的、非常富有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当地也有了非常多的这些，通过码头也有了非常多的这些交易品和瓷器。对。他们是粗盐还是低盐？他们吃的。有没有提纯？我没研究过。这个里面这个特别大的一个主题，我们应该关注。您继续。这边就来到了我们的第2个部分。自2021年以来呢，重庆市也是扎实推进了三峡库区的出土文物修复的一个3年计划。那至今为止，它已经修复了将近1000余件的各类文物的一个修复工作。那第2单元呢，其实也是为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些文物，它们从出土一直到摆放到我们的博物馆展厅，供大观众们观赏的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需要经历一些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可
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一幅图叫做文物全生命周期的保护流程。首先呢，就是考古现场的保护，就是在刚出土的时候，修复师就会先对这些文物进行一个初步的修复。像我们最先看到的那个大型的一个陶罐，上面这些非常清晰的那个粘连的痕迹，就是在考古现场所会做的这种初步的技术性修复的一个痕迹。那修复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为这个文物建立一个初步的档案。其实就像我们现在人生病去医院一样，你要先有一个病历，然后呢，医生才会对你对症下药。所以呢，你要先建立这个文物的保护档案，然后呢，再进行一个文物的健康评估，然后再会针对性的去对这个文物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修复，所以呢就会有后面的保护修复。那修复完成之后呢？还会再对文物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保护，就是防止文物在摆放的过程当中修复完成后的过程当中呢，受到这个空气以及湿度以及各种细菌的影响，再次的受到伤害。那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青铜器的一个修复。那青铜器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它由于埋藏在地下的原因，非常容易受到水土运动和棺椁倒塌的外力作用发生变形和生锈这样的一些各种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这里的一个示例，就是蒜头壶的一个绞刑的一个步骤。对，我们可以看到它修复前就是一个瓶口断裂，并且呢瓶身受到一个裂开大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通过这个模具绞刑以及粘连补配的一系列的这些手段的修复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修复完成之后呢，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完美，可以达到这个观赏的一个程度了。那像在我们这里所摆放的4件蒜头罐呢，蒜头壶呢，它几乎都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些步骤来修复完成的。那特别注意的是，在补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选取相同类型的这个铜片通过焊接的方式将这个缺口处进行一个补配，然后呢再将它进行一个水色的处理。在这里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铜镜。那铜镜它在修复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就是它一面是非常光滑的这个镜面，但是呢它的背面则是蕴含了非常多复杂纹饰的这样的一个表面，所以呢当这些纹饰上生锈之后，其实是非常难以去进行清理的。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那个青铜莲，它被那么光滑的表面都清理了1年之久，那像这种具有复杂花纹的这种表面，要想要除锈，它的难度就更加的增加了。化学，因为这些像铜镜还有铜莲，首先它是贴金的这个铜，所以它的金面和铜面都非常的薄化学试剂呢就容易破坏它上面的金和这个铜的一个连接，对。还有一个不好控制，一下子把你给搞坏了。对，我们修复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其实就是要保护住文物本身所以呢化学试剂它太过于不可控。对。像这里呢还有一个刘海细缠的这种铜熏炉。那刘海呢它也是一个古代的人物，相传呢它受到了这个吕洞宾的点拨之后就得月成仙了，并且呢称自己为海禅子，所以他也被称为是刘海禅那人们呢就民间呢就自发的为他编造了一套故事，就是刘海呢他会用这个铜钱来引诱金蝉，所以呢刘海他也是一个财神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在这里的这个白板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青铜器绞刑的一些方法，像刚刚的这个蒜头壶的修复方式就是这种顶撑法它会建造一个模具，然后从这个内部将这个器物来进行一个绞刑。那还有呢，就是像这种压法，会为这个器物专门定制一个属于符合它形状的模具，然后呢将它慢慢的压制成这个想要的形状。好，我们还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独立展柜这里呢是一些青铜的灯具。
那其实呢，这些青铜灯呢，最主要的一个造型就是柱形的条灯，就是上面是一个大的灯台，下面呢是一个小的底座，中间呢就是立柱这样的一个形象。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看到这边的立人陶灯，它的造型也非常的特别。下面呢是一个叉腰的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肚子是非常特别的突出的，这其实也与汉唐时期人们以肥为美的这种审美相关那当时呢就已经开始将这些人物形象逐渐的变得比较的丰腴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也是汉唐时期的一个主流审美。像这边的这个洋青铜灯呢，它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现在肯定看不到它放灯的位置，但是呢，其实它的背部是可以整个掀起的，从尾部作为把手来整个掀起。那这样的这个灯放在这个掀起后的这个空间内，他们点的是动物油还是植物油？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那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鎏金的这种青铜器。那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种鎏金的铜器，那它制作的一个方式法主要呢就是用这个水银和金来通过高温的方式将这个金留在这个青铜器的表面。这种火镀金的，对，火镀金的或者说汞镀金的这种方法呢，最早是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呢甚至是乃至整个世界最早出现的这种镀金的方式。那这边呢也都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这个铜饰牌，铜牌饰，千年不掉色，这么做的地方。那像这个朱雀的形象，就是我之前有提到的这个四神形象的铜牌饰。在这边呢还有很多龙首形象的铜牌饰，对，都是在棺椁上。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个小纹，就是用这个泡钉钉在这个棺椁上。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铁器，铁器的修复呢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最困难的，因为铁是非常不稳定的一种金属，那它经常是作为古代的兵器来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份较久的这些铁器，它上面基本上都被腐蚀的非常的严重了，铁锈都是非常的厚的，所以呢这种铁器的修复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除锈。还有木柄吗？这些铁刀后面有那个把子。这就是它的还手的地方，就是它的手握的这个地方这种还手刀其实也是汉代时期非常常用的一种兵器。对，因为它很难保存。对，是的。铁比青铜器难保留多了。对，那可以看到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因为它的年份也是清代的，比较靠近现代的时期，所以它的保护的一个完整性也比较好。那这里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铁器的一个拖延的介绍。那拖延的这个步骤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去除它表面的锈迹，以及防止它继续的生锈的一个处理。那小朋友不要在这里站哈，你们家长在哪里？完全是找你们的家长哈。那铁器的一个拖延呢，最主要就是去除它内部的一个氯化物。我们知道盐它就是由这个氯化钠来组成的，所以呢去掉这个氯化物就可以很大程度的保证这个铁器不去生锈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会将这些小型的铁器呢放在这个P1袋中，然后放入2%到5%成分的这个氢氧化钠溶液，然后呢对它进行一个除氯的效果。那像这种较大型的铁器，我们也可以采用湿敷法，就是带有这个溶液的这些擦带或者是擦布就可以敷在这个大型的铁器上，也同样可以起到这个拖延的处理。写的什么字啊？写的这里是没有详细的说明，它应该是一些人名，我在这边有看到。这些应该是跟这种祭祀的法器相关，可能是摆放在庙宇当中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日本的一些像这一排
所以它的很多的陶猪和陶狗形象都非常的可爱。那这些也都是在墓葬当中的作为随葬品的这种陶器。那古人呢会讲究这个视死如视生的这种观念，他们会将生前所拥有的一切都制作成陶器，然后带入到墓葬当中。他们认为这样呢，就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依旧享有他生前所拥有的一切。那特别是像这种桥楼其实也是就是古代的别墅豪宅他们也会将它做成这种陶制的模型，然后带入到墓葬当中能够希望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也住上这样豪华的桥楼房子。除了之外还有盐坑。之前也有提到，这个谷物对于古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希望的寄托。他们认为，在这个墓葬当中放置这些谷仓和谷物或者是存放谷物的罐子，就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依旧享有这个五谷丰登富足的生活。对这些随葬品，所以呢，他们都会缩小的形制去进行制作，因为墓葬呢一般都不会太大，他们没办法按照现实当中的这个比例去进行制作。那这里还有这个贝池，它其实就是一种池塘或者是水田的一种形象的复刻。还有一个中华田园景，应该是黄色的，他没给它放色。这些是陶器，所以它没有给它放色。那这边还有这种灰的陶房子。那这里呢是有一个陶器的修复流程，大家可以详细的观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修复前的它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先将它的所有的碎片都拆分进行清理去除表面的一些污渍，然后将它进行一个暂时的这种拼接固定。随后呢，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会对这个陶器做一个加固的处理利用这个化学试剂，使得这个陶器的碎片呢更加的坚固。然后呢，我们就会利用石膏或者是环氧树脂对这个陶器进行这个拼接。那最后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随色的处理，使它这个拼接的痕迹做一个修改。好，继续往前。那这边呢都是关于这个陶器的修复。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瓷器的修复，看陶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在这里呢，就是这个瓷器的一个修复了。那刚刚我们看到的陶器修复，那大家有没有发现陶器与瓷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不同的步骤在哪里？斜色吗？那边也有斜色，这里也有斜色。那边也有斜色也有。田户那边也填了，那边也填也在，好像步骤都一样的。其实就是在这里，它会陶器会有一个加固的环节，但是瓷器却没有这是因为呢首先呢，陶和瓷它们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因为它们的原材料这个胚土的不同。那陶器的这个制作陶器的胚土，它会相对更加松软一点，所以制作烧制完成之后的这个陶器陶片它也会相对的比较脆弱。所以呢，我们在修复的时候会专门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这个环节。但是瓷器，首先呢，它的这个胚土呢，就是采用的这个高岭土，它就是比较的容易制作出坚硬的这个瓷器。再一个，它会经过一般瓷器都会经过非常高的温度的烧制，这也会加强这个土的密度的这个瓷器的一个硬度。所以呢，到了瓷器，我们就一般不会对它再进行加固处理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一个青釉的瓷瓷罐。那这种青瓷器，它但是能学到知识啊。或者说有一些青瓷器，它的手不要摁上去，手不要摁上去。不安全，不安全。早期的瓷器，所以它的这个用料呢相对会比较稳定，在这个时间的流逝之后，它就非常容易的脱落。所以呢，有一些青瓷器，它虽然叫做瓷器，但它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跟陶器一样，非常的阳光所以就是因为它的釉口完成脱落的原因。
对，三国应该讲解的。好，我们再继续往前看到这一边。那在这里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机器，它们被命为康方、温温和圆圆。这其实就是三峡的这个文物研究院他们所创新的一种文物保护的机器。他们可以将这个他们特制的香薰增湿剂、新生剂放置到这些他的家长好，跟你的家长站好。那将这个新增的试剂放入到这些机器当中呢，他们就可以检测这个文物存放的环境的空气湿度和气温是否适宜文物进行存放。如果发生了这个气温发生了改变，不适宜文物再继续存放的话，他们就可以发出警报这样人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修理和更换。他们这边温度，这些温度一般是多少？湿度多少？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电视屏来了解了。那这里呢，就是通过这个互动屏的方式来为大家展现这个微生物生长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就是一个布满霉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因为它的温度和湿度还有真菌总数都达到了一个最高的阀值。那我们将这个温度湿度还有这个真菌数量控制到一定的范围之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真菌表面就可以去除掉了。那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三峡文物研究院所做出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成果。那在这里呢，还有研究院他们所做的一个动画视频，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动画的形式来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文物的修复过程。那这边第三单元呢，其实为大家展现的就是我们的重庆三峡博物馆所做出的一些旧以及他们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的基地的一个现状。可以看到，他们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文物修复工作室是可以通过这个窗口的形式供观众去观赏的。大家都去到这个博物馆之后，就可以看到文物工作室在现场修复的一些场景。那在这里呢，就是这个三峡的文物科技保护基地。那他们的这个基地内呢，会有非常多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去用于文物的修复和保护的。这也是在我们全国的范围内都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机器。就在重庆三峡地区，重庆。那我们的这个讲解基本上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参观，谢谢大家。这个也好，我觉得他们那个唐朝的这个盐应该是吃的粗一点，就是直接把那个让那个几年，把那个在那个重庆那边把那个几年那个盐漏水一提来，直接烧炭。这个到底他们什么时候能吃到精盐？这个是他死掉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说八国的图腾是老虎，那老虎是，比如说是老虎有很多种，比如说是古代的剑齿虎，还有看是孟加拉虎，还是东北虎。他们应该是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老虎的形象，应该就是中国的老虎。剑齿虎在开始来讲，他们不一定有关于这个剑齿虎的发现。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为在展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应该还是有现代的形象。就是现代老虎不是原来的。所以其实它的这个他们先化成白虎的这个传说，其实也是跟他们现实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先到流传下来的。所以他们肯定是在那个时代的所能够看到的这些才是化成他们的。谢谢。我只是他们比较广一点。不是有意难为你或给你。没有。您涵养很好。谢谢。应该是这样。
也记住。拿不？不配还好，我是兴趣。